大家好，又到咗 F1 9嘅時間。呢條片我哋繼續講下2026年嘅新規例。上集我哋講到 FIA 打算下年取消 DRS， 但由下年開始轉移透過 MOM 或者有啲媒體叫做 EOM， 因為其實賽例咧只係寫 Override Mode， 以增加後車喺特定區域嘅電力發放協助爬頭，但係同個前車嘅時間差距咧就有機會站都唔同。而我哋今集就會同大家分享有關車架技術規例。喺近呢幾次技術賽例當中 ，FIA 開放咗多啲地方出嚟，俾車隊發揮創意。咁究竟係邊度呢？然後就係好多人想我解釋下，講氣動力嘅 X Mode 同埋 Z Mode， 但係好可惜啊，而家已經取消咗啦。咁 FIA 又用咗咩方案代替呢？而對於下年嘅比賽，有啲乜嘢係塵埃落定，而有啲乜係未明朗化？一份文件睇落唔係好顯眼，但係就好影響未來嘅賽事，完全係未知之數。咁究竟呢份係咩文件呢？我會慢慢講俾你知。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翻，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利用車手、車隊人員嘅訪問內容，去同每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策略同埋技術，知道場比賽入邊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先看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睇 F1 嘅朋友，再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自2014年至今 ，F1 總共試過2次氣動力改例。首先係2017年嘅改例，當年 F1 已經係阿伯先睇嘅賽事。2018年 FOM 指出，平均觀看年齡為40歲，為咗令到賽事更加好睇，吸引多啲年輕觀眾。當年佢哋覺得咧，賽車要快啲，圈速低啲就可以達成到啦。同時亦都希望令到其他隊可以同平治爭。所以2017年咧就有新嘅氣動力規例，將賽車做闊啲。亦都容許車隊可以喺多啲地方度放氣動力部件，包括賽坡前面嘅 Bargeboard Area、引擎蓋上面嘅 Shark Fins， 加埋極度複雜嘅頭翼，就係呢個年代嘅寫照啊！咁最終圈速咧真係快咗啊，平均快成3至5秒，但係又令到賽車產生更加多嘅亂流，啲亂流咧令到超車仲更加難咗。由2019年開始，限制頭翼嘅設計，只係容許有5塊平面喺頭翼，唔再俾車隊喺頭翼度加埋啲咁複雜嘅設計，製造渦流帶走前碌嘅亂流。本身喺2021年 F1 就開始使用現行嘅氣動力規例，但因為疫情，規例就去到2022年賽季先開始實行。賽車嘅下壓力主要透過車底嘅 Venturi Tunnel 文氏通道產生下壓力，佔成架賽車嘅60%左右。同時亦都禁咗好多車上面嘅氣動力部件，即係例如啱啱提過嘅 Bargeboard 頭尾嘅端板亦都一塊過由水平翼面轉彎而成。咁多嘅改動，目的都係希望減少賽車後方產生嘅亂流。呢個規則啱啱開始嘅時候，車隊首先要解決車重過高嘅問題。唔少車隊去到季中先完全解決，然後就發現賽車下力唔係1味多就叫好，賽車有機會喺高速路段下力上升，懸掛受壓貼向車底，導致氣動力失速，下力隨之消失，然後帶翻上去，周而復始。於是我哋就見到賽車喺直路會彈下，俗稱海豚跳 porpoising。所以今代氣動力規則同以往有一樣嘢好唔同，就係非常之講求賽車同懸掛之間嘅和諧，講求嘅係賽車喺唔同時候嘅氣動力平衡。無論喺慢彎、高速、剎車、加速嘅時候，賽車能夠穩定咁輸出下壓力。所以而家車隊喺懸掛幾何上面好中意車頭防耷頭 anti-dive， 車尾防耷尾 anti-swat 嘅設計。而喺賽車追近方面，大家都睇到，就算規例開初好見效，但係隨住車隊呢幾年不斷嘅研發，而家後車都會明顯因為長期跟住而令到輪胎損耗增加。咁我哋就見到產生亂流對後車都有明顯嘅影響。加上今代車尾亂流始終都係細咗，就製造咗另一個問題。雖然好處係喺彎路可以的確跟住前車，亦都可以狂追好多個圈，但係個問題就係呢樣亦都令到後車喺追貼前車嘅時候好難爬頭，容易造成 DRS chain。而呢個係物理定律嚟嘅，因為賽車用得多氣流，自然後車跟貼嗰陣嘅真空效應就會強啲。但而家賽車主要用車底產生下壓力，氣流經過前車之後保存得比較多啲，後車跟住嘅優勢相對而言就冇咁大。加上賽車如果係一啲低下力設定嘅場地舉行，尾翼喺本身較細較平嘅情況之下，利用 DRS 去令到直路阻力減少嘅程度又會相對細啲。咁所以我哋見到一套固定嘅氣動力設定，實際可能難以令到賽車更加易爬頭。一係咧就跟得貼爬唔到，一係就易啲爬頭，但係要長期跟住先難。變相咧只有賽車唔啱班，或者輪胎狀態相距大嗰陣先可以爬頭。咁爬頭咧就好似劃火柴咁，就冇咗嗰種不確定性。同時賽會喺人工爬頭同埋小爬頭之間，暫時咧仍然未拎到平衡。所以主動式空氣動力部件就變成佢哋今次想嘗試嘅嘢。咁講完咁耐故事咧，我哋就講下下一代嘅規則
首先咧就講下新一代嘅車胎，車胎咧將會繼續由 Pirelli 提供。FIA 曾經提議改用16寸，但最終咧俾 Pirelli 否決，決定繼續沿用18寸嘅輪胎。採用原因係因為睇落個尺寸比較近似私家車，加上用一個薄啲 profile 嘅胎，自然賽車喺運行期間變形幅度會較細。而大隊嘅 CFD 喺計算輪胎喺唔同情況之下嘅變形會比較仔細。換言之，對細車隊喺電腦模擬空氣就更加容易拉近個隊距離。不過唔好處咧就比較重，因為金屬 tiling 嘅部分多咗，簧下嘅質量 unspun mass 就比較大，避震難啲控制，令到車身大跳感大咗。賽車要加減速，亦都需要多啲力量，成部賽車相對嚟講就冇咁靈活。所以都睇到 FIA 都希望下代賽車可以變得更加靈活，就係因為咁，車胎亦都改窄咗。前轆由305mm減到280mm， 尾轆由405mm減到375mm， 成套輪胎總重減少約5公斤。雖然輪胎變窄咗，但 Pirelli 都表示抓地力流失將會減到最低。就算尺寸縮小咗，但對性能嘅影響都有限。根據 F1 嘅規例，所有車隊都需要自己設計車架當中嘅表列部分，包括單體殼、前臂椎、側狀結構、前後懸掛、開氣動力殼表面等等。不過生產咧就可以外判，例如哈斯就揾咗 Dewar 生產，不過動力單元、波箱、液壓系統就可以買翻嚟。所以每一個車隊就需要自己設計，當中就需要顧及動力單元嘅冷卻、成部賽車嘅佈局，確保懸掛設定可以喺氣動力製造嘅下壓力同埋懸掛幾何影響賽車機械走地力同埋動態當中拎到平衡。懸掛點樣同氣動力平台配合，令到下壓力平均產生，就係今代 F1 最重要嘅課題。但2026年車架規例就係咁嘅，新例賽車輪距由3600mm 減到3400mm， 車嘅闊度由2000mm 減到1900mm。車重減輕大約30公斤到768公斤。至於氣動力方面，我哋由車頭講到車尾啊。前翼就縮短約100mm， 你會見到賽車前翼用嚟做下壓力嘅翼片範圍細咗，車胎前面有一個分開嘅部分，亦都限咗兩塊可以活動嘅翼片，可以喺比賽嘅時候改變角度變為兩個嘅模式。而最底隻翼係固定嘅，兩邊端板亦都唔再好似而家咁，同水平翼面成為一個連續平面。呢幅圖就係2026年嘅新規例之前發布嘅第8版，同埋今年年頭發布嘅第10版規例嘅對比。紅色同綠色嘅格仔就分別代表而家嘅規例容許車隊設計嘅範圍。大家都知道，車隊除咗做下壓力壓住車頭達至平衡之外，最重要就係導入氣流，分配佢哋幾多入到底板。而 ESU10 就容許頭翼下方可以有翼片導入進入底板嘅氣流。仲有垂直端板外邊嘅空間亦都大咗，啱啱喺頭轆嘅前邊，所以佢哋可以做更加多嘅嘢去控制輪胎嘅氣流，例如 outwash 帶走頭轆嘅亂流。FIA 單座賽車總監 Nicholas Thomas 就話：前轆之前呢個區域可能係2026嘅新規則當中其中最重大嘅修改。咁我哋跟住氣流嚟到底板嘅入口 ，FIA 亦都大幅度容許車隊喺呢個位嘅設計，控制好經過頭轆嘅亂流，做靚進入底板嘅氣流。而且 side pod 下方車隊可以放翻呢啲導流液，呢啲 vanes 有啲似而家咁嘅設計。賽會咧仲打開咗 side pod 第一部設計嘅自由度，預計喺季前測試嘅時候可以見到車隊展現完全唔同嘅設計風格。底板方面，下年規例嘅民視通道將會短咗，會弱化地面嘅效應。為咗平衡翻個損失，新規例當中嘅 diffuser 亦都會因應咁樣長啲，成個底板嘅氣流出口亦都會大啲，令到車底嘅低下力氣流會強啲。當年一出26年新規例嗰陣，見到佢哋好似想閹咗成個底板民視通道，覺得好似唔想繼續地面效應，我就覺得好詫異。我完全唔覺得呢度賽車咁差喎。最衰就真係重同埋慢彎慢，但係而家睇落就好似冇咁誇張，可能只係當年嘅規例未寫好，啲 3D 圖就唔太準確。唐巴士就解釋點解咁樣決定。我哋想令到啲賽車唔會好似而家啲車咁貼近地下，所以我哋減輕咗成個機制。咁 FIA 都想減低對地面效應嘅依賴，唔知嚟緊呢代嘅賽車會唔會好似今代嘅賽車咁樣，非常講求懸掛系統同氣動力平台嘅和諧，即係車隊要加下壓力都要好講平衡，盲目咁樣增加只會弄巧反拙，但係同時亦都令到車手喺剎車比優嘅時候相對就冇乜感覺，好似2022年之前咁，下力夠多就夠快咧。我個人就想比較要平衡啲。喺研發大戰爭持要爭持得勁啲啊嘛。咁最後就講下尾翼就有3塊可動嘅設計，並且移除咗底下嘅邊 wing。睇翻成架車啊，就算開咗咁多設計空間出嚟，唐巴士都係指出，我哋 FIA 而家有嘅亂流數據，亂流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好多，
所以相信我哋已經揾到以往規則入邊嘅漏洞，同埋將會削弱呢啲負面影響。不過車隊同 FIA 嘅鬥智鬥力係一直都發生緊，同時一個盡責嘅車隊咧會確保 FIA 滿意佢嘅賽車設計，一隻無端端新設計俾人禁咗一場兩場，又要打官司又成，都會影響成績噶嘛。而車隊會唔會繼續揾到漏洞呢？我哋到時下年可以留意下。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咧，前翼尾翼咧都有可動嘅設計，亦都有我相信有唔少人知道啦，有 X Mode 同埋 Z Mode， 但係咧唔好意思啊，已經冇咗啦。根據7月31號發布嘅最新13版技術規例，同其他人預計嘅高下壓力、正常同埋低下壓力 Mode 3種模式唔同，下年賽車翼面之後2種模式2個角度，由 FIA 官方 ECU 控制，將會有平時嘅下壓力阻力模式 Corner Mode 就係平時嘅過彎模式啦 ，Straight Line Mode 直線模式。透過減低頭尾翼嘅可動部分角度，從而減少阻力，達至最高速度，可以喺賽道某啲特定位置使用。聽講暫時計劃長過3秒嘅直路就會有呢個 Driver Adjustable Bodywork 車手可調式車身，賽車可以喺特定路段手動開啟。只要賽會喺確定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基本上真係唔係安全車、低抓地力、能見度差嘅時候，正常比賽狀況之下任你開。而排位賽就一樣特定區域任你開。咁到時咧都係由車手控制，剎車咧或者撳掣就會閂翻。但係相信大家都想知啊，實際賽道呢啲直線區有幾多呢？落到地點樣實行呢？到時咧真係可能要睇下每個賽事 Event Note， 可能我下年嘅比賽預告就係講下嘅 Event Note， 因為相信咧同而家有 DRS 區都幾唔同下。總括而言，即係我哋睇晒所有嘢咧，而家嘅爬頭模式就係 MOM， 而主動式氣動力咧就係幫架車直線速度快啲。據講而家直線甚至可以去到時速400公里。咁喺度略略講下，上集我哋提過嘅手動動力增加模式 Manual Override Mode， 呢個增加電池放電嘅模式，車手咧都係要自己撳掣開嘅。喺排位賽咧就隨時可以使用，而比賽嘅時候咧使用條件有啲似 DRS， 後車去到檢測線嘅時候貼近前面某個車距之內就可以發放額外動力，但呢個清測時間差可以站都唔同，當然每場比賽4星期前先會公佈。加上我哋都係唔知 MOM 區同埋直線模式區喺成條賽道係點樣安排，所以仲有好多未知之數。咁到最後咧，我就總結一下，究竟睇咗咁多嘢，下季有咩唔同，究竟有咩影響？咁首先咧講啲好嘢先，我覺得咧爬頭機會下年一定會增加。如果佢賽例保留咗一定嘅地面效應設計，加上有主動式嘅空氣動力部件，再加上 MOM 爆電 mode， 我個人覺得咧點都會對賽事爬頭有機會有變化。至少一開始會係咁，加上賽車體積細咗、短咗，物理上點都會易咗爬頭。咁但係咧，其實賽事唔係多咗爬頭咧，比賽就好睇嘅喎。好似平時嗰啲米少年代咁，佢就算去到後邊，即係每圈快成秒以上，都係好快就追翻上嚟。同時比賽咧，亦都變得容易預料。咁呢個就係各支車廠引擎實力差得太遠，就會發生嘅問題。如果睇翻而家揾到嘅消息，應該都至少有3隊有機會鬥下。不過而家咧太早，好難講。就算效率夠，但都可能可靠性出事，亦都令到比賽成績爭得好遠。另外咧就係吸引車廠方面啦，喺擺脫難研發嘅 MGUH 之後，的確咧令到多咗車隊有興趣。新車廠咧會覺得比較容易入門，加上大家一齊都大改例，喺同一個起跑線開始研發。咁雖然咧本身成個計劃咧主要想吸引波子，但係可惜咧佢哋進入 F1 嘅計劃胎死腹中。咁估唔到咧仲吸引到同集團嘅 Audi 加入，佢仲做埋引擎供應商添。雖然咧傳出 Audi 成日想中途縮沙嘅消息，但好似咧都係得個吹字。事實上啊，無論係車手安排、股權、車隊人士安排，似乎都想建立一隊有實力嘅團隊。而家嘅車手新秀波特列圖同埋侯根堡呢個二老大新嘅組合，應該都有發展嘅空間。如果見到 Jonathan Ridley 由紅牛過檔，加上以往至少都叫做帶快啲上到爭冠行列嘅 Matteo Binotto， 明明咧都算有心搞，我就唔係好明點解成日都話想縮沙走人。而我哋今年咧都開始見到佢哋成績方面有啲起色。咁另外咧就係 Cadillac 啦，喺撇低 Andretti 之後成功加入 F1， 仲急不及待咧下年就嚟，計劃咧先用法拉利引擎。咁本身預計28年咧出到自家引擎噶啦，但係已經宣布到29年先搞得掂。咁而家都仲係覺得 F1 咧有成11隊有啲難以置信。下年啊係自從2017年 Manor 倒閉以嚟啊，第一次 F1 有11隊車隊。如果唔係有 budget cap、風度同埋 CFD 嘅讓賽制度，要新車隊無限量咁樣使大錢入嚟，但係完全唔會有機會鬥。所以佢哋冇人都會咁傻仔，做咁多嘢入嚟俾人笑。咁另外咧就講下Toyota豐田啦，喺24年嘅10月，Toyota成為 Haas 嘅技術夥伴，豐田咧就會參與開發 Haas 賽車嘅氣動力設計部件同埋製造，亦都會派工程師入 Haas 交流，亦都會協助 Driver in Loop 模擬器。
同時豐田咧亦都可以派佢哋自家車手透過 TPC 試舊車計劃獲得試揸 F1 車嘅機會。Haas 亦都會繼續同法拉利同埋 Tawara 合作，用法拉利嘅 PU 同埋波箱喺 Mugello 嘅風洞入面進行測試。你諗下啦，豐田自從09年退場咁受傷之後，帶咗一個咁大陰影，叫佢自身瞓身搞到隊廠隊咧，相信短期內都冇乜可能。但係咧都見到佢夠膽有限度咁投入，都見到 F1 咧越嚟越吸引啊！咁值得一提咧，豐田嘅運能系統係現今試售車運能其中一個最成熟嘅，唔知佢入到嚟啊，最尾係偷到 C 定係貢獻到俾 Haas 呢？不過呢段關係最明顯嘅影響就令到豐田廠手有機會試車，例如今年8月8號到7號，豐田廠手同埋 Haas 後備車手平川亮同埋平井翔喺分別2日喺富士賽道拎咗部23年嘅 VF23進行測試，咁都係日本車廠嘅本田咧喺23年2月決定再翻嚟 F1， 再喺同年嘅5月24號宣布同埋會 Aston Martin 組成廠隊級伙伴，供應新代嘅 PU， 咁佢哋決定翻嚟咧，講明係因為電能佔比增加。日本車廠喺試售車方面都係十分注重運能系統，覺得運能咧先係賽車嘅未來。仲有啲唔知係咪過咗氣嘅傳聞啦，現來揾咗雷諾前領隊 Cyril Abiteboul 加入，更加喺23年12月升任做現代賽車總裁兼任領隊，其後咧引起一系列24年佢哋想加入 F1 嘅傳聞。不過佢哋咧就好快有回應啊，Abiteboul指加入 F1 係長期可能會。短期完全唔會，最快都要2031先有機會啦。咁當然車廠加油咧，除咗技術易咗入門之外咧 ，budget cap 同埋研發風洞 CFD 嘅 handicap 亦都好重要。再加上近年 F1 收入增加，越嚟越多人睇下06啲死人交通地入咗幾多，就知多咗幾多人入場啦。咁不過咧，今次咁多嘢改咧，車載咧好容易甩碌噶，好似2022年季初咁，一眾車隊遇到海豚跳嘅問題。呢個問題咧，當時喺 CFD 同埋風洞咧都係睇唔出嘅。再加上同時都有唔少賽車超重，包括紅牛、法拉利、威廉士、Aston Martin 等等。現今賽車嘅重量或多或少都因為安全措施所導致，例如側撞結構、halo、wall hoop 超重咧就會影響表現。而對今年嘅減重目標 ，Verstappen 表示悲觀，佢就咁講啊。喺而家嘅情況，要去到呢個重量真係唔可能，有啲一廂情願。不過我都明賽車需要減重，會令到賽車更加敏捷啲、好玩啲。我都知有好多重量係因為要安全啲實好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可以用其他方法處理。咁今次賽會你都擔心賽車出到嚟咧可能會遇到問題，所以都安排咗成9日用嚟測試，分做3個測試，每個測試為期3日，包括1月26至30號喺巴塞隆拿，2月11至13號，2月18至20號喺巴林。咁另外都要講啊，如果去到下年啲圈速真係慢成1秒2秒，其實都係正常不過，大家亦都唔需要太上心，因為其實咧都真係好平常。新規例 reset 就自然會係咁噶啦。車手亦都比較注重駕駛性，好唔好揸，而且呢個慢咗嘅差距，相信一季多啲咧就會追得翻。F1 車廠咧真係研發怪獸嚟噶。而有啲車隊都比較悲觀，覺得因為電能動力嘅佔比增加，引擎會因為想保持最有效嘅充電效率而留喺高轉數。咁睇落咧喺漫畫都請緊高轉數，聽落咧就好怪嘅。有啲車隊車手亦都擔心個電源配置會令到咧佢未到直路尾咧電力就用晒，影響操控性同下頭。咁當然最後啦，呢個規例對成個 PU 嗰個管理系統咧嗰個軟件其實好重要嘅。如果有一隊做得特別好咧，大家都好擔心2014年開始咁嘅平治王朝咁，要好多年嘅努力，其他 PU 供應商咧先追翻上嚟。不過點講都好啊，我哋一眾車迷咧今次咧都叫一齊見證歷史啊！其實我對下呢個 F1 咧就抱住一種又期待又擔心嘅心情迎接。咁唔知大家點睇咧？咁啊可以留言講下。咁到最後咧，真係要講下做呢條片真係好辛苦，因為我發現好多資訊咧都係冇嘅，又或者係官方嘅 F1.com 啊車隊網頁咧都有好多唔好相同或者互相矛盾嘅資訊。咁大家都唔好知道咧2026年嘅賽例會係點。咁希望呢條片咧可以先同大家咧細緻咁理解一下。咁但係咧都戴翻個頭盔先。而家好明顯咧，因為車隊研發賽車嘅進度啦，咁技術賽例出到13版咧，我諗就塵埃落定㗎啦。咁但係啲體育賽例之後得3版啫喎，而且體育賽例咧就唔係好太受研發嘅時間影響，架車整咗出嚟啦，咁到時你中意點賽都冇乜所謂㗎嘛。咁所以未來有大變咧，亦都真係唔出奇。我諗我完季之前咧，亦都會再出下相關嘅片，到時有咩大變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到最後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撳我鐘仔搶先看，分享俾你身邊睇 F1 嘅朋友睇，仲有就係 comment 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今日之後再見，拜拜。